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敏。之前的这一期呢，我有提到过说，回到灵魂的状态，或者说是本源的状态，我们就可以不再受星光体的情绪、业力还有潜意识的东西所影响，因为他们不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然后就有小伙伴来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回到这个灵魂的状态？我可不可以教大家如何去到达这样的境界？今天这一期呢，我还是想试图去解释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因为这个东西它一旦用语言去形容，然后用头脑去组织，它就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这个灵魂的真相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发吧。首先第一点呢，要回到这个灵魂的状态，我们要学会呢去做生命的观察者，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察者。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可以跳出来，在一个上帝视角的一个状态去看待发生的这件事情，还有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处于事情当中的一个所产生的这些情绪行为还有想法。但是当我们去观察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带批判，不带任何情绪的，只是去默默的去感受他们，不去过度的分析他们，也不去过度的去再一次入戏他们，只是去静静的看着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可以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是你被你很在乎的一个人所拉黑，然后删除了。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入戏的状态，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你的情绪可能是觉得太委屈、太伤心了，然后你的一个行为可能是放声哭泣，你的一个想法可能说是想要赶快去找这个人，让他把你解除对你的这个拉黑还有删除，这是你一个入戏的状态。但是当你可以跳出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你就觉得原来被拉黑然后删除是这样的一个体验不就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嘛？就比如说很像你第一次去尝试去蹦极，对吧？你在蹦极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觉得真是吓死了，很恐惧，但是蹦下去的一刹那，你觉得哇爽死了，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就是在蹦极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所产生的这些怎么说，就是恐惧然后刺激这个情绪，它和在拉黑删除的这个例子里面你所产生的痛苦和沮丧这个情绪，本质上面它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情绪，对吧？它们只是根据不同的剧本需要所分配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情绪。当你可以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沉溺于这个情绪还有状态了。然后当你不再沉溺于这个情绪和状态，你可以跳脱出来的时候，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创建一个机会，让你和你的这个小我或者是头脑产生一个这样的分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就很像怎么形容？你好像是一个站在一场幻灯片面前去看一场幻灯片的一个观众。这个幻灯片里面呢，演的是你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在这个戏里面，你有一个被分配的角色，你有这个剧情要去走，然后你有具体的一些台词要去说，你要去酝酿这些情绪，让你的这个角色可以入戏，你才能演好这场戏，对吧？但是在这个幻灯片外面看戏的你的自己呢，是不被这些情绪影响的，你是不被这个角色所定义的，这个角色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与你无关，这个角色所有的经历还有产生的任何这些东西都是跟你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说是你可以完全做到跟你的头脑进行一个分离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就会突然意识到，怎么好像有两个你，一个呢是站在这个幻灯片后面看戏的你，另外一个是在里面演戏的这个你。那如果说是站在后面看戏的这个观众是这个灵魂的你，那里面的这个是谁？对，它就是你的一个剧本嘛。
这个角色和其他数以万计的不同维度、不同平行空间、不同的前世，你所经历过的角色就组成了你的这个星光体，庞大的这个星光体这个储蓄卡，像我之前视频里面提到的，然后这个小我呢，就是你这一世的这个角色它的一个定义而已。所以说，其实回到灵魂的状态，就是说不再受这个头脑的支配和影响，你可以完全安住于你这个本我的一个境界，你可以回到站在这个幻灯片面前看戏的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灵魂的状态。有一些人呢，可以通过长期的冥想训练，比如说是入定啊、内观禅定啊这样子的一些就是 practice 来帮助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和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有些人呢，可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就突然一瞬间转念，然后可以瞬间变成一个觉察者，跳出来去看这个事情，就是所谓的这种一下子顿悟所以方式方法其实真的是看个人，它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方法。其实很多时候你想要用这个方法去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反而到达不了。它这个东西就很像是一个悖论，只能自己去慢慢的感受和自己去慢慢的去经历，去慢慢的走这条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你就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回到灵魂的这个感觉。然后当你安住于灵魂的状态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属于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做，你什么也没有想，但是你就会在处于一种无止境的喜悦和平静的状态当中。这种平静和喜悦就是来自于你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存在，你只是存在就已经足以，你不再需要多的任何别的事情来让你产生这样子就是从内心发散出来的这种平静和喜悦。你不需要去吃好吃的东西，你不需要去看好看的电影，你不再需要这些任何外界的这种刺激感官的享受来给你这样子的喜悦和平静。它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心流的从内心的一个发散出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在生活里面呢，如果你可以慢慢让自己去学习锚定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你的小我有些时候还是会出来的，因为毕竟生而为人嘛，对吧？小我在遇到不爽的事情，还是会有一点就是骂骂咧咧那样子。但是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就是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自己。你甚至就会觉得，哎，小我其实也挺可爱的，也挺好玩的，对吧？就是为了在这个三维生存，他真的是操碎了心，你就谢谢他，你抱抱他。然后有些时候，甚至当你内心深处灵魂的这个智慧能够让你的小我驯服的时候，小我他的意识也会慢慢被提升，也会跟随着你的这个灵性成长的过程，把自己的小我的意识来提高。最后想要说一点的就是，像我最开头视频有提过，这个东西一旦它用语言去形容，它就不再是最真实的去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它是描述不出来的，就很像道可道非常道的这个境界。所以就是还是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去慢慢的自己去领悟，去体验它没有捷径可以走的，就像是一个无门之门。英语的视频里面我有之前看过，我觉得有一个形容还蛮好的，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I am， 一个纯然的意识的状态。I am 后面没有任何别的附加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是什么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后面附加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就马上变成了一个头脑的状态。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区分的一个方式。好了，最后呢，希望大家在这个人生的游戏里面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出戏入戏，反正一切都是体验嘛。Why so serious？